我之前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这次回来不打算谈恋爱，是因为我还想回国外继续发展。可是我遇见了他，他表示可以跟我一起去国外发展，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当我真正的去办理出国相关事宜的时候，他却一次一次的反悔。处了这么长时间，我本以为他会为了我留在国内，但是现在没想到他竟然拿分手来要挟我们俩这么长时间的感情。难道我们这几年的感情都比不上他在国外的一个工作机会吗？我已经办到这个程度了，我必须要出国，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如果他愿意跟我一起走，那么我俩继续交往下去；如果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那么对不起，只有分手了。看起来挺决绝的，其实你会发现这好像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面临的一种抉择方式，是事业还是爱情。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优28岁，来自辽宁待业；女嘉宾小冯23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健身房？那会儿我是在健身房兼职做健身教练，他那会儿是在那健身嘛。一次偶然间啊，在那个电脑系统上就看着他的照片，第一次印象就非常好，觉得小伙挺帅的啊。现在女生都这么火了啊！然后就是以那个找他续会那个理由去跟他说话，然后就问他嘛，那会儿他那个到期会员卡到期的时间是还有半年，他说半年之后就不打算续了，他要去国外啊。完了当时就心情挺失落的嘛，也没再多说什么，因为毕竟第一次说话。然后紧接着过了不长时间就情人节嘛。他也来健身了，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没个女朋友去过情人节啊，然后他说没有女朋友，就从那回才知道他没有女朋友，还挺高兴的。然后你就下手了。正好有个巧克力，然后顺手就送给他了嘛，当个情人节礼物。他给我巧克力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这个健身房挺人性化的，我们单身的还给巧克力啊。当我出去的时候啊，然后我随便问了几个人，最后才知道他只给了我。挺有心的哈。然后就你向他表白了，你说我做你女朋友好吗？是这样吗？没有，就是我俩一开始微信聊了一段时间，然后一想到他要去国外，然后我中间想了好长时间，然后这一段时间就没怎么和他太联系。但是后来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试试赌一把，处时间长了，他会为了我留在国内。也就是说，你们在恋爱初期萌芽阶段的时候，你就已经把你的条件说了，是吧？对，你如果要愿意跟我一起出国，那我就答应你啊，咱俩继续交往。如果不愿意一起出国，那对不起，我在国内我就不想再找女朋友了，因为我要出国了，我也不想给自己找。不是，您这出了国，您还不回来了？准备时间长一点待在那里啊，如果短一点都无所谓了。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这段爱情是有先决条件的，对，是要陪伴我漂洋过海，是这意思吧？对，你答应了是吗？当时是答应了，我跟他说，我说可以跟他一起出国，但是那会儿想的就是，时间长了他会为了我留在国内。你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是吧？但是没想到过了这么久，他还是总是拿分手来说这件事儿，我就是确实不想和他分开。不是拿分手说事儿，他跟我沟通过，他说那你既然刚回国，可能是你不适应，你再找一份工作做一下，看看你是不是能改变一下。我也尝试着去找别的工作了，确实就是。那你在国外做什么？我是做机械加工的。啊，那在国内不是应该很有用武之地吗？但是我学的那个专业吧，在国内很少有。哦。第一次，然后我也看出来他确实是有点缓兵之计吧。我就感觉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俩就分手吧。然后你呢？肯定是不同意啊！那段时间我俩正处于热恋期，你知道吗？非常好，就突然间因为这个事儿，他就跟我说分手，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什么。那你怎么能不分呢？你有没有跟人小伙子说，那我跟你出？也没太明确的说。他又用了一个缓兵之计啊，告诉我可以跟你一起出去啊，我学习语言。好吗？你学习语言，你怎么学习语言呢？那我白天上课，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不就去学语言了吗？我但凡有时间的时候，我都会接送他学语言，然后学了1个月、2个月之后，我跟他对话，什么都不懂，就跟没学一样。那个不得一点点学吗？怎么可能突然间就能学会？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我去送你的时候，你去学校了；我没送你的时候，你没有一次去学校。
摆明了嘛，你就是拿这个来还我一下，你并不想去真的去学习这个语言。那我学的好好，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突然间让我去学其他的语言，我不得一点点接受吗？而且我肯定也有自己的事要处理。你说你学习语言困难，那好，那我就给你安排好了，你在国外学习语言，环境也好，你学得更快。那我就给他找学校，找老师。等找老师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我约的老师8点钟，你9点钟到的。那条道上正好那天出车祸了，大礼拜一早上的。好巧，什么好巧事？我不还要打扮吗？学校只想了解你为什么去啊，并不是想看你长什么样。我不是给人留下好印象吗？之后又开始办手续吧，对不对？我们集体、学校、我、公司、我们努力了很久去运作这件事情。交材料的前一天，他告诉我护照和户口本没了。那么重要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你说没就没了，而且就在那一天没了。你不知道，学校也要用，然后你旧的公司也要用，然后我家里也要用，来回倒来回放，我突然间就不知道放哪，那不得慢慢找吗？好，最后我在他书包里面找着了，夹在书里面啊。我就是整理资料的时候随手夹里，我也不知道放那么重要的东西，然后好，就算让你找，你书包能不找吗？那不就是你故意想放在那里蹭一下，看看能不能过。一旦要是因为这个手续办不成了，你当然就高兴了，是吧？姑娘就是反正就是拖呗，咱们实话实说，是不是拖？就是吧。啊，就是吧。我冒昧的问一句啊，真实不想去的理由是什么呀？我的父母还有亲戚朋友全部都在国内，我要是去国外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他。哦。如果以我俩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去国外无疑我俩不得天天吵架吗？啊，你父母对你出国这件事情，他们有什么看法？他们一开始不同意，肯定不同意。你刚开始能同意吗？我问你什么时候跟父母说的？我答应你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你父母说。他好吗？拖到最后，突然间回去跟父母说，哎，我要出国了。换成任何一个父母，谁会同意啊？我不得一点点跟他们说吗？而且一开始我本以为你会为了我留在国内，我对咱俩这段感情非常有信心，所以我才选择最后才跟父母说。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啊，我就想知道你们俩相处的怎么样，处得好吗？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我俩处得非常好。他就是非常关心我，就是有一次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那个时候，他家到我家的距离是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要是第二天早上6点就要到达市内，我家到市内的时候也是1个半小时的车程，他就说去接我嘛。那天早上是凌晨2点就从家出发了，然后到我家的时候我还没起床，灯还没开。他就是怕吵醒我嘛，车灯也没开，然后车也没打上火，就那么挨着冻的，一直等了我1个多小时。当时特别感动，因为冬天非常冷。还抛出这件事不说，还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活动，就是奔跑情侣的一个小活动，我俩也是没有什么事儿去参加那个活动，那中间也是考默契啊，什么心有灵犀乱七八糟的，就是一些小游戏，我俩都配合的非常好，就事先都是没排练过的，然后我俩得了第2名嘛，当时非常高兴，就觉得我俩在一起就非常好。他对你怎么样？当然是好了。有段时间不是我去找工作了吗？我承包了快递。然后每一天到处跑，也不按时吃饭，他就做好了饭，然后去给我送。因为你干快递，你们知道，就是这个地方得跑下一个地方，往往他得堵3、4个地方，换3、4个地方才能堵着我嘛。我感觉心里挺暖的。然后我平常忙，他放假的时候，他就会去我那里帮我收拾家，做家务你感觉真的挺温馨的。你现在父母还反对你去吗？现在经过我跟他们一步步的说同意了，是同意了，但是他一点一点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又是怨我这个又怨我那个，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值，都感到非常不值。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付出，你从来没有为我付出过什么。确实是现在你学的这手艺或者这门技术，在国内确实没有很好的发展，是吗？对，就一定得走。我在国外这么长时间，你待了多久啊？快到4年了吧？就一直在国外工作和学习，是吧？一直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提高自己，在那边的有一定的根基了嘛所以说这次回来之后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确实能力不足，在国内也确实很难的去展开自己那他去那儿做什么呢？他如果想做工作的话，我可以给他安排工作；他要是不想工作的话，可以在家里做全职太太我绝对有能力。我也敢保证能保证他的生活。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
先异地着嘛，现在地球也那么小了嘛，经常探探亲嘛，看一看，有这种可能吗？这个不可能，我绝对不相信异地恋会有好结果的。哦，那这一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我敢断定，你在一开始答应他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想出国。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你骗了他，然后你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继续在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拖延，想把这个骗局最后给圆满了。小伙子最生气的就这一点。别拿爱的名义跟我说，我是为了爱你，想留住你，想陪在你身边，爱你一辈子，所以我才骗你。你这不叫善意的谎言，你这叫爱情的自私。所以现在这个局面，你活该啊！我爱你，所以我就可以绑架你，可以感化你的心态，让你就在国内陪着我。你都知道了，他当时唯一的心愿，或者说他最重要的心愿就是要出国去，所以他不敢接受一段恋情。你用这个欺骗把他套住，套得了一时，套不了一世啊！如果他真走了，跟你分手，主要责任就在你，你自己承担。反过来，小伙子，我问一下，一定要出去吗？我高中的同学、大学的同学有很多出国定居的，这3、4年一个个全都跑回来了。为什么？这儿才有发展，这是最容易挣钱的地儿，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你却要跑出去。我现在已经28岁了啊，我想以我以前的根基继续发展会快一点，那是你想啊，28岁多年轻啊，我们多想回到28岁啊。但是我现在28岁，碌碌无为，就活在这么长时间，废人一个。不是说你在国外你就一定能够功成名就，你在国内一定就碌碌无为，你自己的心魔没有打破。如果你真的努力去做的话，在哪儿都可能有功成名就的机会，也有都可能碌碌无为。我不相信换了一个地方就一定怎么样。如果你那个心魔确实打破不了，你觉得我一定要走，那基本上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段恋情就 over 了。你强扭着他跟你去，他也不开心，他的语言关都过不了。他强扭着你留下来，你破不了自己的心魔，你们俩不就是两难的境地吗？我唯一相劝的是，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留在这儿，再给自己1年时间，也给恋情一段时间。因为国外的公司已经发邀请函了，不是每一年都会发给你的。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我还想要再回去的话，人家不要我了。OK， 我知道了。你去意已决，对吗？对。那你就走吧，要断就断得干净，别拖泥带水的。害人害己。爱情是不能够谈条件的，以谈条件开始的爱情会非常的危险。我要先跟女孩说2句，在爱情里面，只言不合一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你爱他吗？爱。你爱一个确定会出国的他吗？你爱一个不会为你留在国内的他吗？其实就是因为太爱他了，所以中间才有那么多出尔反尔的那些事儿，就是不想和他分开，所以就是也就是说，基本上你是不爱出国的，对吗？对。当出国跟一个你喜欢的人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纠结了，你又爱这个人，但是又不想跟他出国，对吗？对。我告诉你，爱有分好多不同的深浅层级。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他走进我的世界，看我看的，听我听的，喜欢我喜欢的。但是当我们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走进他的世界，看他的世界，看他的梦想，理解他的未来，跟成全他的愿望。所以你说你爱他，显然你爱他没有超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我要问男生，你爱他吗？爱。这个你号称你爱的女人，如果她就是不想跟你出国，你舍得下她吗？会有不舍。但是还是会走是吗？对。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跟你去吗？因为他觉得你不够爱他呀。他从小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当他今天要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跟着你2个人去过日子的时候，女人心里面一定会考量一件事情，这男人靠不靠谱。靠谱这件事情不是看你会不会帮他找工作，不是看你能给他多少钱，能不能让他安家。靠谱是女人要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爱我，他会爱我很久吗？他会爱我一辈子吗？
如果他永远听到的都是你不跟我去，我就跟你分手，请问他要如何建立你爱他的安全感？一个随时就可以舍下我的男人，我们女人心里很清楚，那样的承诺不叫承诺。你们两个都有各自要反省的部分，你们有多爱对方，你们好好想一想。一切的迷恋都凭借幻觉，所有的理解都包含误解，一切的追随都指望报答，所有的牺牲都附有条件。这就是规律。如果一段爱情从一开始就附有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交易或者是欺骗。一方依恋，一方怜爱，这叫恋爱，而不是谈判。王国珍有一首诗，其中有一些部分适合男生，有一些部分适合女生。适合男生的那一部分是：我不管是否能够成功，只要选择了远方，我便只顾风雨兼程。适合女方的那部分是：我不管是否能够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我便勇敢地吐露真诚。一个前行者不够坚定，一个追随者不够真诚。你如果要往外走，你就坚定地往外走，你别管是否有追随者。如果有，那是一件幸事，但其基础是对方心甘情愿地跟你随波逐流。而作为追随者来说，不要轻易地喊口号，爱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那不是一种悲壮的口号，是默默的付出。说白了，是出国的事儿吗？不是出国的事儿，是你们俩太自私。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把自私摆在了桌面上，一个把自私放在了阴暗处。你们还好意思说彼此相爱？在我看来，你们的爱都附有条件，而不是爱的奉献。如果你们有一点点爱，男方就会这样想：我出国，我都不能担保我活得好不好，我让我亲爱的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忍心看他跟我颠沛流离吗？如果女生但凡是爱男生，也会想一想，既然我爱他，我为什么要阻止他前进的脚步？我为什么不能成全他？你们还好意思说爱？你们仔细想清楚，在健身房里面相遇的那一刻，在爱的前一刻，你们都在谈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根本不可能有接下来的情感。如果女生在一开始说我就是不会走，男人连踩都不会踩你。所以说，从条件开始起来的爱情，又有几分真实的情感在里面呢？我觉得既然男方想走，就去在外面看一看，有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女生呢，既然不想走，你也就留下来。也许当他走了，你留下来了，两人把那个条件淡去了，才真正能够掂量掂量你们俩自己的这份爱情有几斤几两。就这样。彼此为爱牺牲，我们可以歌颂他；彼此不愿意为爱牺牲，我们也不能说这段爱情就没有发生过，因为它真真实实的存在。所以你们俩都别把眉头皱得那么紧，但是请你们记住，你们在爱的时候是开心的，是认真的。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俩自己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呢是很在乎咱俩之间的感情的，我一直在做努力，你也看在眼里了。如果你跟我走，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倾尽我全部的给你，好好的疼你爱你。如果你还像是现在这样犹豫不决不想去，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只能说谁也不耽误谁了。你就是不能为了我留在国内是吗？坚持就要去国外是吗？看你的选择吧。就是要走是吗？看你的选择吧。我能做的我会尽力的去做到，最后去不去还是怎样看你自己了。哈，请亮灯啊！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看起来有点沉重了啊！最后再发最后通牒。下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爱情是有条件的，你选赞成；如果你的爱情是没条件的，你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
现场13.33%的观众朋友说我的爱情有条件，86.67%的观众朋友说我的爱情是没条件的。我是13.33%当中的一个，我认为爱情是有条件的。打我们知道爱情那天，爱情其实就是带着潜意识来的。我觉得也鼓励大家有条件，对，要不然你就瞎找，对吗？对呀。可是有一些条件是重要的，有一些条件是有可能到时候是可以被放弃的。对。例如说，对我来说，这个男人要懂我很重要，这个条件我抵死不会放弃。但是他要长得很帅，你们都发现了，我已经放弃了。好吧，看看他们自己吧，看看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为爱放弃点什么。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别急啊，不出国了是吧？他如果想跟我一起走，我就跟他一起走；如果他要不想跟我一起走，我可以考虑。来，姑娘，你出来是因为什么？我和他一起走。你放弃了是吧？所以，女生其实要的是。我可以跟你一起走的理由，是我真的感觉到你能为我付出，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不管在哪儿。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既然你选择这么信任我，我也责无旁贷的，必须要把你照顾好，而且我会倾尽我所有的东西，来让你幸福快乐。谢谢你吧。谢谢大家。来，还有礼物送呢。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请开始，停。恭喜你们，祝你们幸福，请随，来，谢谢。